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出租车上，妈，妇产医院那么吵，我还怎么睡呀？我的老公张泽向我婆婆抱怨道：“已经到预产期了，肚子里的宝宝却还没有发动的迹象。医生让我们现在就去医院，每天按时进行胎心监测。那你送君君到医院了就回来，反正她还没有生。”婆婆心疼地顺口答道：“今年我25岁。”听着这话，总感觉堵得慌，却又说不上来为什么。妈，我想要张泽陪着我。老公扯了我一下，意思是让我不要顶撞婆婆。医院到了，司机好心提醒道：“我开得慢，孕妇后期可要格外注意。”下车的时候，我很是感动。虽然司机是陌生人，可却让我感受到了他珍贵的善意。我俩大包小包的拎着到了医院，却忘了带必备的产褥垫，不得不再回去一趟。哎呀，小祖宗哟，你是不是想要累死我呀？婆婆很不情愿地抱怨着。我看了张泽两眼，他并没有吭声，于是我决定自己回去拿。儿子，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，怀个孕脾气还不小。他气冲冲地走了，是不是故意甩脸给我看？直至我走得老远，也还能听见婆婆在后面哭天抹泪地说她命苦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控制自己不要动气，对宝宝不好。毕竟他在我的肚子里，我时刻可以感受到他的呼吸、心跳，还有心情。拿回来的时候，张泽已经在病床上躺着了，一旁一起躺着的还有他妈。妇幼保健院的床位紧张，张泽以为是他出钱，所以就没有选择单人间。同病房里，我们总共有3位孕妇待产。我现在只想把孩子平安生下来，其他的并不做多想。婆婆见我安然无恙的回来了，没打声招呼就走了。张泽告诉我，婆婆等生孩子的时候再过来。医院的催产素打了2天了，可肚子里的宝宝却没有要发动的迹象。我依旧每天按照医生的嘱咐，按时检测胎心，哪怕手被针孔刺得已经肿胀，也咬牙忍了下去。张泽依旧趁着我没在的时候，躺在病床上打着他最爱的游戏，以至于我时常在梦中都能听见那游戏的音乐声，像梦魇了一样。哎，你说你他妈怀个孩子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多烂事情。张泽说话的语气很不耐烦，简直和他妈一模一样，不愧是亲母子。我爸爸妈妈在国外出差还没回来，也不想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让他们担心，所以这些都咽进了我的肚子里，一个人也没说。你往那边挪一点，我躺不下了。谁叫你这么肥的，虎背熊腰，躺不下怪我呀。张泽顺口接了我的话，转眼看见其他2床的人都在看着他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骂骂咧咧地出去了。我把床铺重新整理了一下，躺在病床上，却又不知道干些什么，最后又把手机拿了出来。也不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，整间病房显得异常的安静，甚至连旁边的2对夫妻说什么也一清二楚。老婆，你可一定得给我生个儿子啊！左边那床的男人40左右，可能家里有皇位继承吧，时刻都在和妻子许愿。而右边那床的男人好像是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但却一脸的不耐烦。你记得对云云好点，生了以后好好照顾人家。妈，我知道了，就你一天事儿多。我挂了。此时病房再次陷入了安静。张泽也回来了，9床的陈君君，明天早晨剖腹产，今天记得去做检查。我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但心里其实有些害怕。我们来这里已经很多天了，再不生的话，羊水浑浊就危险了。此时我的双腿已经开始肿胀，连走路也费劲，记得多走动，对生产有帮助。我听医生的，
他们走后，就打算去医院的楼梯里走走。你出去干嘛？医生刚刚说要多走动，要去你自己去。陪你来了医院这么些天，我都累死了，睡也睡不好，休息也休息不好。你难道是想把我累死不成？张泽话还没说完，就已经躺在了床上。我的心里却冒出阵阵寒意。突然，宝宝在肚子里动了一下，我摸了摸，他又好像安静了下来。医院的楼梯挺好走的，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孕妇在这里了。不同的是，他们都成双成对。见我是一个人，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孕妇妈妈主动和我聊起了天。你老公呢？我喉咙一堵，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可还是故作镇定地开了口。他呀，收拾下病床，等下就来。话音刚落，她的老公就追了上来，小心，说话也要看着地下。你现在呀，可不能摔着。随后就搀扶着她一步步慢慢地向上走去。我每走一步就觉得累得慌，无奈只能停下来，在旁边歇息片刻，等稍微好些了再继续。看着前前后后成双成对的夫妻，我羡慕极了，眼泪也忍不住在眼眶里打着转儿。宝宝，你和妈妈都在坚持坚持。天黑回去的时候，张泽还在病床上，唯一不同的是他已经睡着了，嘴里不停打着鼾。从孕后期开始，我的睡眠质量就直线下降，以前打雷都不会醒，现在是一有点风吹草动都睡不着，直至半夜。哪怕我的身体极其的疲惫，但大脑却依旧清醒。这个晚上，护士们依旧每隔2个小时就来给我做胎心监测，而我老公则是一晚睡到了天亮。期间婆婆打了张泽的电话，他睡着了没有听到，于是我替他接了电话。君君啊，张泽他睡得好不好啊？要实在睡不好，你就让他回来睡，没必要2个人都待在那里，你说是吧？我当时感觉吃了苍蝇一样的难受，可一想到明天就要见到我的孩子了，再次忍了下去。妈，他睡得挺好的。是真的睡得好吗？你可别为了让他在那里陪你而说假话骗我，要天打雷劈的。我看着病床上的老公，和我婆婆还真是像，说不是亲生的都没人信。你要是不信，就自己过来看。我睡了，别再打电话过来了。这一晚上我失眠了，不知道是因为要生孩子而紧张，还是因为心寒而委屈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产房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医生很温柔，也让我有了很多信心。他扒开我肚子上的衣服的时候，那些明显的妊娠纹也显露了出来。妹妹，你这肚子太花了，怎么长这么多妊娠纹？我尴尬地笑了笑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当初怀孕的时候也知道要长妊娠纹的，可我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夸张。曾经我也是个爱美的小女孩，还喜欢穿些露腰的上衣，毕竟全身上下我最满意的部位就要算这细腰了。可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，腰没有以前那么细不说，连肚子上都满是妊娠纹。见状，另一个医生转移话题道：“哎呀，有些人就是会有遗传的。”我笑了笑，迎合着他点了点头，随后就开始打麻药。粗的不能再粗的一根针直直刺进了我的脊椎，不多时我就感觉昏昏沉沉的，可我却能强烈地感受到医生的手在我的肚子里游走，并拿出了宝宝，然后为我缝上了伤口。从那刻起，陈君君死了，活下来的是孩子的母亲。可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后悔生下自己的孩子。在听到孩子的哭声后，我好像完成了任务一样，松了一大口气。家属呢？医生推着我和宝宝出了手术室，我看到我婆婆、公公、老公什么的，一家人全来了。宝宝在所有人的簇拥下带回了病房。
我生完孩子以后，实在是身体虚弱，回到病房后还没睡一下，护士就走了过来，2个小时要喂1次奶，我动弹不得。每次把孩子抱给我喂奶，就成了张泽的任务，而他也在这一次次重复的过程中越加疲惫。我他妈都累死了。陈君君，哎呀，别人家都是外公外婆一起替换着看孩子，我们几个人可不得累死吗？婆婆阴阳怪气地回道。我撑着刀口的疼痛解释道，我爸妈他们没买到机票，暂时辛苦你们了，所花费的钱都由他们来出。张泽见状不再说话，可婆婆却不依不饶，毕竟孩子出生以后可有的累了，她又不能累着她儿子，可伺候一个和她无关的人，她心里实在是不舒服。哎，我真是命苦啊，一天到晚辛苦伺候一大家子人。张泽，你娶的什么媳妇啊？我听着这些话心如刀割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当初结婚时，我爸妈不仅不要彩礼，还给了车房，解决了张泽的工作，对他们也是客客气气的，怎么好像突然一下就变了呢？此时护士进来查房，看到我哭得这么伤心，好意提醒道，孕妇刚做完手术不能哭，不然肠胃等器官粘连，严重的话可要割除子宫的。你们这些家属难道不能考虑孕妇吗？是她自己非要哭，整得我们好像亏待了她一样。我找谁说理去？护士小姐姐看旁边的人跟死人一样站着不动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身体是自己的，要学会自己爱自己。许是因为护士小姐姐的话，我止住了哭声，然后等她为我按压肚子，她的手用力一压，我就感觉下身有很多的血流了出来。以后我每天都要来压肚子，把你体内的淤血排干净，要保持心情愉快啊。她说完这些后，一盏亮堂堂的灯就搬了过来，说是照红灯可以恢复刀口。呜呜呜，孩子在此刻哭了起来，应该是喂奶的时间到了。护士大人死不了，等下再照红光，先让他喂奶。婆婆说完就把仪器推到了一旁，一副要是护士不让就把护士吃了的架势。你儿媳妇照红光要不了多少时间的。护士小姐姐是个耿直爽快的人，看不下去直接说了出口，大人挺一挺就过去了，又不会死，我宝贝孙子可不能饿着。婆婆说罢就把护士小姐姐抵到了一旁，径直把孩子放到了床上。见我老公没有吭声，护士小姐姐也只能听我婆婆的，叹了口气离开了房间。左边那床的女生也如愿生了个儿子，右边那床的老公依旧在打游戏。由于是顺产，那个男人的老婆很快就能抱着孩子喂奶，下床自由走动了，看着像是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我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，每下床的时候，全身都跟散架了一样。由于刀口实在是太痛，我不得不让张泽扶着我到洗手间。你看看旁边那床，人家都可以喂奶抱孩子了，你不会是装的吧？我看着张泽，再次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。装？有像我这样装的吗？你该不会是因为我妈说了你几句，故意想累死他吧？张泽一脸的愤怒，觉得我欺骗了他，也欺骗了把他含辛茹苦养大的妈。我一把推开他不情愿搭过来的手，忍着剧痛扶着墙去了洗手间。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听到了喇叭声一样大的声音，原来是我老公那边的亲戚来了。所有人一进来就围着小孩，张泽真厉害，生了个儿子，就是儿子好啊，姑娘赔钱货。所有人都在夸赞着他能干，也在数落着我的不是，只知道让婆婆受累，而让自己爸妈享清福。我因为刀口疼痛一点儿也笑不出来，也没有参与他们的话题。怎么君君好像不高兴呢？君君，长辈来了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
张泽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我对着长辈笑，我强忍着伤口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嘴角勾了勾。张泽，你媳妇是不是不欢迎我们呢？平日里张泽在外面摆谱惯了，所有亲戚都知道我无足轻重，自然我什么心情也不重要。一群人像看笑话一样看着我，看我怎么卑微求饶、低三下四。这样的委屈，我从小到大在家里也从来没有过，现在才看清，嫁的是一家子什么蚂蟥、吸血鬼。爸爸妈妈给我的钱也都补贴给了这个家，他们却丝毫没有顾及我一星半点儿。怎么哑巴了，陈君君？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抓起桌上的苹果向张泽扔去，但却被他躲开了。他没想到我竟然敢让他在亲戚面前丢面子，三步并作两步，也不管我身上有没有吊针，就把我拖到了地上，抡起手就准备打我。陈君君，你胆子变大了呀！我他妈今天不打死你就不是个男人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，早就该教训他了。我看谁敢！我以为要挨打的时候，爸爸妈妈竟然出现在病房门口。他们怎么提前回来了？见一病房闹得人仰马翻，我还跪在地上，爸爸赶紧把我扶起来，让我躺到床上。亲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婆婆公公的表情十分不自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隐形人一样的公公含着的烟也灭了。张泽此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显得十分心虚，跑去了外面。我要是不来，还看不见你们欺负我女儿这一幕呢。亲家，你们不要误会嘛，这段时间你们也不在，就我们一家人忙前忙后，有点上火也正常。我爸爸妈妈向来通情达理，他们这次也没想到我过了预产期会一直没动静。可刚刚我都跪在了地上，也不能白白让人欺负了，叫张泽进来，我跟他说话。婆婆见张泽还在外面打电话，挪到门口吼了一嗓子后，张泽回来了，竟然还有比现在更重要的事情，让他必须去接这个电话。啪！爸爸的巴掌落在了张泽的脸上，张家人始料不及，婆婆心疼儿子，第一时间就站了出来理论：“你个老东西，凭什么打我儿子？”张泽，我问你，你这个巴掌认还是不认？平日里张泽见岳父总是一副慈眉善目、和和气气的模样，哪里见过他这副要吃人的样子，一时间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而张家的亲戚见状也找借口离开了，现在不走，难道等着被人轰吗？张泽，我走之前是怎么交代你的？别以为你靠着我们的关系拿下了酒店的代理，你就一人升天了。张泽现在凭借着我爸爸的关系，混上了酒店经理，每天不用去打卡上班，但别人给的提成却可以轻松地拿到手。可能是害怕爸爸断了他的客户来源，张泽一句话也没有吭声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和妈还有君君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爸爸妈妈转身望着我，示意我自己做决定。我看着曾经爱过的男人，保持了沉默，这样我要收集证据的心思才不会那么早暴露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张泽每天都尽心尽力地照顾我。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消了些气，只有我知道，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。很快，我的身体就恢复了很多，可以每天在走廊上走动走动。这天，我在走廊上看着张泽背对着我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在聊天。张泽，来了，刚刚那是谁？我的助理，谈工作的。随后他搀扶着我回到了病房，后来医生告诉我们可以出院了。我到医院非常久了，也不想再待在这里了。君君，先前都是我妈不对，为了给她一个弥补的机会，月子里你就让她照顾你好不好？我假装心有不忍，最终答应了，这样可以为自己多争取些时间。
回来的头几天，婆婆比之前勤快了很多，只是张泽老是见不得面，说是工作忙，见不到更好，别打扰我办事。期间我还接到了一个电话：陈君君，你怎么还不离婚？缠着张泽哥不放。小美有本事就亲自来找我。对方始料未及，慌忙挂断了电话。终于熬到了出月子。这天我正在客厅哄孩子，然后就听到一阵敲门声。打开门是上次在医院里见过的小美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识相的就赶紧腾地儿出来。我自己的地儿，腾给你，怕你没命享。小美却得意洋洋地走了进来，扫视过屋内的摆设，很是满意的样子。然后就像是女主人一样躺在沙发上享受着。我几乎可以想象出张泽告诉她这一切都是她努力奋斗而来，进而在小美心中树立成功人士的样子。张泽，你小祝都找上门来了，你个大忙人不得抽空回来一趟啊。姐姐，我不贪心，只要能够待在张泽哥的身边就行了。不贪心，那眼里的欲望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都占为己有。我知道张泽是想享其人之福，不多久张泽就赶回来了。对于小美上门，他的眼中是没有一丝惊讶的。张泽，你什么意思？没等张泽开口，婆婆就从房里窜了出来。您就是张泽哥的妈妈吧？真年轻。婆婆见儿子还有其他女人，顿时觉得张泽光宗耀祖了。君君啊，你在家里带孩子，男人有个外遇是正常的事情，别太计较了，是吗？那我给公公找个女人，想必婆婆你也会很大度不计较吧？婆婆吃了瘪，冷着一张脸，像是我欠了她几百万。陆陆续续的，我爸妈也来了，婆家人没一个有好脸色。我把孩子给我妈妈抱着。张泽，你不给个说法？张泽本来不想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见我咄咄逼人，知道他是躲不过去了。君君，我养活你够累了，小美让我觉得我是个男人，这样不行吗？我又没说要离婚，我让他不是个男人了。我知道张泽是真的没打算离婚，或者说没打算放弃我爸妈给的财产，只是想让我默许他有2个女人的事情。可小美不嫌脏，我嫌。可我要离婚，孩子归我，孩子凭什么归你？这可是我们张家的宝贝孙子。就是，张泽哥，我愿意代替君君姐好好照顾这个小朋友的。我抄起一旁的东西，向小美砸去，然后和她极其没有形象的扭打在一起，发泄着心中的愤怒。打完以后，证据就齐了，再好好算总账。我发誓，这真的是我人生第1次打架。渐渐的，小美落入了下风，婆婆不愿意我赢了，于是选择站在了小美的阵营。既然你不会做婆婆，那就不要怪我不懂事了。接下来就是一阵混战，我把小美打得口吐鲜血，倒在地上，很是解气。这口恶气终于找到了地方发泄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比的是谁更豁得出去。婆婆没见过我这么凶悍的样子，一时之间有些害怕，就只是犹豫了那么1秒后，也被我揪住头发推倒在地，和小美2人委屈巴巴地抱在一起。陈君君，我要报警抓你。好啊，今天你不报警，我都要报警了。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小三这么猖狂。小美见我气势依旧很足，且说得在理，瞬间没了气势，在和张泽使过眼色后就离开了。婆婆依旧卖惨坐在地上。陈君君，你就这么对待尽心伺候你的好婆婆？张泽满脸的愤怒，认为我不该，认为我这是大逆不道。从她帮着你的小三来打我的时候，她就已经不再是我婆婆了，打个陌生人而已，那么大惊小怪干嘛？我以前以为只在小说里出现的内容，没想到竟然走进了现实。张泽，
你还记得之前怎么向我们保证的吗？妈妈实在是看不下去，出言制止。要不是他出轨在先，怎么会逼得我变成这样？哎呦，我的脚断了！呜呜呜！婆婆见张泽马上就要松口，立马开始哭了起来。妈妈过去想要把婆婆扶起来，却被张泽一把推开。我上去就给了张泽一巴掌，那一巴掌呼的响亮，让他难以置信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向温柔体贴，就算是生气，也从来没有大声说过一句话，而我现在却频繁地让他难堪。张泽站起身来，不由分说就掐住了我的脖子。爸爸担心我出事，想要上前阻拦，我死死地掰住他的手腕。张泽，先放开君君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你们不就是有2个臭钱吗？说罢，张泽的手越掐越紧，我难受得喘不过气来。父亲见状，只得孤注一掷，拿起一旁的花瓶砸向张泽。张泽的头立马冒出鲜血，同时狠毒地把我爸爸从楼梯上推了下去。我甚至来不及呼吸，见到爸爸从楼梯滚落下去的时候，我赶紧冲了下去。爸爸！整间屋子都回荡着我凄惨的喊声。与此同时，妈妈吓得晕倒过去。我冲下去的时候，爸爸已经不省人事。我慌乱地拨打了120。老天一定要保佑我的爸爸呀，他千万不能有事。医院里急救室的灯一直亮着，我和妈妈心如刀绞地守在门口，而张泽和老2口也随后赶来了。我瞪着他们，等爸爸好些了，我再和他们好好算账，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这其实也不能全怪我们，这都是你爸爸，我还没怪他打了我呢。婆婆说完，又心疼地看了眼张泽，他现在脑袋上裹着层纱布，渗着丝丝鲜血。既然他那么心疼自己的儿子，就应该知道我有多么心痛。此刻生我养我的人，因我躺在急救室，生死未卜。你们给我滚！我再也没了平日里的沉着冷静，几乎是咆哮一样的语气呵斥着。如果他们还要待在这里，我保不准会做些什么。走就走，你以为我们爱来呀？这晦气的地方我还不愿意待呢。儿子，也就你心善，想着过来看一眼，结果看到了吧，人家根本不领情啊。他脑袋上的血还没你的多呢，肯定没什么事儿。3人嘟嘟囔囔地走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急救室的灯终于灭了。幸好送来的及时，再晚些病人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我看着脸色苍白的爸爸，忍不住扇了自己几个耳光。如果扇耳光能让爸爸不受这些罪，那把这张脸打烂我也在所不惜。君君，爸爸不怪你，爸爸只是希望你过得好。你要学着长大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和妈妈伤心地搂在一起，谁能懂我们这时的感觉呢？是那么的后怕，犹如万箭穿心。爸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在你面前，我永远都是个小孩。我拉起爸爸的手，抚摸着自己的脸颊，感受着他手心里的温度，希望这样能让他赶快好起来。妈妈在一旁看着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她无法接受与她相伴一生的男人差一点离她远去。我和女儿都守着你，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，听见了吗？妈妈大声斥责着，用愤怒的语气表达着对爸爸的心疼。如果可以，我相信我和妈妈都宁愿受伤的是自己。君君，放手去做你想做的吧，我们会永远支持你。谢谢爸爸，我不会让你白白受苦的。爸爸说完这句话，眼里流出了心疼的泪水。他说他不后悔，那天的情况发生10000次，他也还是会那样做。他总不能看着女儿陷入危险，却置身事外吧。我一遍遍地喊着爸爸。他摔下楼梯的那一幕，我实在是害怕，害怕自己再也没有爸爸了。君君，让爸爸休息一下吧，我们晚点再进来看他。开门的瞬间，
我就看到张泽与婆婆去而复返了，跟做贼一样。推开门的一瞬间，张家老两口笑得比中了彩票还开心。我就说没死吧，害我们瞎担心一场。再说还是你们动手在先。我擦干脸上的眼泪，看着这对团结一致的母子，觉得直犯恶心。那副遇到事情永远都是别人的责任，我已经受够了。婆婆还在一刻不停地说着，我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，当即就扇了她一耳光。她被打懵在原地，紧紧捂住那张老脸。这一次，张泽没有为他的母亲出头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收拾了我婆婆，就该到我老公了。还有隐形人一样的公公，遇到事情永远都装作看不到，永远都是睁只眼闭只眼。他有纵容之罪。张泽，你来都来了，难道就只是站在那里吗？我的声音不大，但是却能够穿透整个房间。见他还没有立刻滚过来，那我只好过去。我狠狠踢向他的重要部位，他感觉到疼痛，立马就跪了下来。我听见婆婆悄悄地说：“张泽，先服个软，好好哄君君几天，把财产弄到手了，再和他翻脸。”张泽与那个老婆子心领神会，立马开始了他们的表演。不过却已经太迟了。哎呀，亲家呀，你就原谅你的女婿吧，女婿也是半个儿子啊。爸，我错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君君的。见状，我和妈妈都没有制止，因为现在他们的哭泣都是应该的。不多时，婆婆就哭不下去了，使了个眼色，我公公就找了个借口把她拉了起来。我让你们起来了吗？我咬牙切齿地说道。婆婆无奈，只能和张泽继续跪了下去。公公，这一幕你不应该让你们张家亲戚看一看吗？之所以没有让你跪，也是想让你打完电话再跪，你不明白吗？公公本不愿意，但一想到财产还没来得及转移，于是忍了一口气，把张家的亲戚骗了过来，当着所有姓张的人，我公布了房子、车子，还有张泽的工作，以及这些年来家里的开支情况。现在你们还觉得他妈是张泽能干嘛？张家的人面面相觑，开始一股脑地骂着张泽没良心，简直是个禽兽，丢尽了脸面。今天之所以麻烦大家过来一趟，是让大家清楚张家以后的借贷和我无关。要是你们心善，谁借钱给他，他也是没钱还的。你要干什么？公公终于意识到我不只是泄愤这么简单。离婚啊，不然还留着过年吗？陈君君，凭什么？你气也撒了，还想怎么样？我将小美和张泽的亲密照、家暴的照片，还有他殴打我致我爸爸受伤的视频，这些年他外面拿的提成明细，通通甩在他的面前，作为离婚和他净身出户的证据。你以为我真的愿意你妈伺候我坐月子吗？张泽一脸惊恐，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害怕。而张家老两口好不容易靠着儿子过上了美好的生活，现在也要化为泡影，过上乞讨的生活。爸爸，你看，板子只有打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疼。他们刚刚跪在地上连连求饶，却毫无办法的时候，才是真的害怕与恐惧。你净身出户离婚后，就好好的在监狱里忏悔吧。你怎么这么狠呢？他可是你的老公，陈君君，这时候知道是我的老公了。去医院待产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我的老公？刚出月子就有不三不四的女人找上门来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我老公？我和小美打起来，你们去帮一个外人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你们是我老公，是我婆婆？把我最爱的爸爸推下楼梯的时候，怎么那时候没想到我是你老婆？不过这些我没有对他们说，因为当一个人彻底失望、下定决心的时候，往往是无声的。陈君君，你别忘了把我送进监狱，孩子怎么办？等孩子长大了，你难道要告诉他你把他爸爸送进了监狱吗？
是啊，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孩子。婆婆见状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笃定我会因为孩子的关系而放弃离婚。君君啊，你爸爸的事情，我们也感到很难过，可这也不能全怪张泽呀。婆婆，你说的对，的确不能全怪张泽，所以他一个人忏悔还不够。你什么意思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婆婆，毕竟是多年的夫妻，张泽一下子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。平时我不吭气，可真要下定决心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九头牛也拉不回。这个受气儿媳，谁愿意当谁当。见状，张泽跪在地上连连磕头，不多时额头上就满是鲜血。上一次他向我下跪的时候，还是他求婚，只是现在意义已经天差地别。君君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看在宝宝的份上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好好爱这个家，好好爱你。我们重新来过，求求你了。我闭了闭眼，将眼中的泪水又止了回去。公公不能见他唯一的儿子被我毁了，于是一改常态，以长辈的姿态站了出来。君君啊，依我看，张泽已经知道教训了，你呀，也要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公公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吗？平时没见你这么管事，今天怎么站出来了？婆婆见公公被我对了回去，实在是看不惯两个男人为了这样的小事低声下气，开始指着我的鼻子骂：陈君君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长辈发话了，你照做就行。什么态度？我唇角轻轻一勾，笑了笑。但愿过了今天，我的公公婆婆还能这么趾高气扬。被我这么一看，婆婆只感觉害怕，又不自觉地退到了公公的身后。张泽，如果我的儿子知道他有一个这么丧尽天良的爸爸，我宁愿他从小就不知道你的存在。这可是我们张家的孙子，凭什么你说了算？就凭我有证据啊！我轻描淡写地提醒着他们，离婚也可以，财产必须一人一半。公公婆婆气得咬牙切齿，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也应该有他们儿子的一部分。如果把房子卖了，他们也应该拿到一半的钱。这时候，张泽爬了过来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看来只是未到伤心处而已。君君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了，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放过我这一次吧。张泽，放过你？你当初怎么没想到放过我？想过孩子，想过我爸爸？君君，你现在告诉我了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改行不行？好啊，那就配合警察叔叔好好进去改造吧。话音刚落，警察叔叔就推开了大门，将张泽带走了。张家人见我来，真的一时之间慌了阵脚。除了张泽爸爸妈妈，其他人都找借口离开了。你们凭什么乱抓人？这个死老头和我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陈君君故意陷害的。他怕我儿子不要他，所以故意整我儿子的。都这时候了，他们还觉得和自己无关，自己才是受害者。陈小姐已经把事发视频交给我们了，请您不要妨碍公务。看着张泽的背影渐渐远去，张家老两口吓得一时之间瘫坐在地上。君君，那可是你老公啊，你怎么这么歹毒？公公指着我的鼻子再次骂道：骂吧，我无所谓他们骂些什么，他们越是骂，证明心里越是痛，就越是能体会我失去爸爸的心情。陈君君，你不得好死！陈君君，你把我的宝贝孙子还给我！本来我已经转身离去，可听到他们这样说，又忍不住停了下来，调转方向来到他们面前。明天我就会来收回你们住的房子。刚刚你们儿子的反应，还不明白房子其实是我的吗？你们现在的美好生活都是我给的，只是啊，被你们自己亲手毁了。
张家老两口看着我的眼神突然变了，像是看地狱里钻出来的鬼魂，麻溜地跑了回去。第二天，我并没有亲自上门，而是把一切委托给了中介，同时把小美和张泽的事情传了出去。那房子现在我已经不想再踏进去一步，也不想再看到张家的人。中介的人回来告诉我说，张家老两口果然不让他们进去，直到他们说要找人来撬锁。婆婆害怕他们来真的，这才打开了门。陈君君呢？别仗着你们人多我们就怕了你们。阿姨，凡事要讲道理吧，这房子是婚前女方买的，真和你们没有一点关系。中介的人把他们轰了出去。听说两人的破烂装了足足2个蛇皮口袋，只是也不知道这2个蛇皮袋的东西能不能不让他们风餐露宿。后来听说小美被行业封杀了，她和上司搞暧昧，臭名昭著，没有公司愿意要她。有一天我在楼下遇到了打探我消息很久的张家老两口，他们看起来比之前老了很多。求求你了，就让我们见一见孙子吧，他现在已经不姓张了，跟我姓陈。说完，我决绝地转身离去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和男朋友去见家长回来的路上，我刷到了他跟别人求婚被拒的视频。视频中拒绝他的人正是他的前女友。肖楠有个青梅竹马的白月光前任，他们从高中时候开始谈恋爱，大4那年分手，原因不明。而我跟肖楠则是大学同学，我亲眼见证了大学时肖楠和他那前任是怎么恩爱的。但毕业之后，我还是跟他在一起了。我跟肖楠恋爱3年，昨晚肖楠突然毫无预兆的就跟我求婚了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去见了他的爸妈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有点无聊，就打开了抖音，想刷会儿视频，然后我就刷到了肖楠跟他的前女友林佳求婚的视频。视频看起来像是在西餐厅里拍的，肖楠拿着一枚大钻戒，深情款款地和林佳表白，但林佳拒绝了。拍摄视频的人估计离他们很近，视频特别高清，我一眼就认出肖楠向林佳求婚用的那枚钻戒，就是他昨晚跟我求婚时用的那一枚。我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，然后下意识地点了暂停，并将这个视频下载到手机里。原来肖楠之所以跟我求婚，是因为他跟林佳求婚被拒绝了吗？我跟肖楠是大学同学，大1军训时，我对他一见钟情，还没来得及去聊他，就听班里的同学说，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，两人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同班同学，直到上了大学。两人虽然选了不同的专业，但也依旧上了同一个学校。军训结束那天，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肖楠的女朋友林佳。她个子和我差不多，都在1.6米左右，站在1.8米几的肖楠旁边就显得很娇小。两人手牵手走在校园里，当天论坛上就有不少帖子是讨论他们俩的。自此之后，我便将对肖楠的那份暗恋深藏心底。我虽然喜欢肖楠，但我从小受到的教养不允许我去当一个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。但或许是因为得不到的缘故，对肖楠的那份暗恋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淡化，反而愈演愈烈。大4实习的时候，我特意选择了去外地找工作，因为肖楠家是本地的，我想离这个地方远一点。整整1年，我都没再见过肖楠。毕业那天，我再次见到肖楠，却差点没认出来。肖楠瘦了很多，人也憔悴了。我远远看着他，却并不敢上前打招呼。但我没想到肖楠会走向我。肖楠站到我面前，说：“沈清秋，要一起拍张合照吗？”我愣在原地，一时间不知道该点头还是摇头。大学4年，肖楠为了不让林佳吃醋，没事儿从来不和班里的女生说话。
我看着眼前有些反常的肖楠，怀疑他是不是吃错药了。见我不回答，肖楠又问了一遍：“沈清秋，要一起拍张合照吗？”想着以后可能都不会再见了，我心一横，道：“拍。”肖楠把他的手机递给一旁的同学，请他帮我们拍照。拍完后，肖楠又拿着手机说：“咱俩先把微信加上，我把照片发你。”大学4年，我跟肖楠连微信都没加过，没想到要毕业了，他反而主动来加我微信了。虽然是为了给我发照片，老实说，照片里我的表情很僵硬，肖楠的脸色也并不怎么好看，但看着我们仅有的一张合照，鬼使神差的，我还是偷偷将它设成了我和肖楠的聊天背景。至于设成屏保这事儿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肖楠毕竟是个有女朋友的人，我不能没有道德。晚上室友给我分享了一个论坛的链接，让我去吃瓜。我点进去之后，才发现有人匿名爆料说我们学校那对模范情侣分手了。那楼主信誓旦旦地说肖楠和林佳已经分手有3个月了，是林佳甩的肖楠。我看完还跟室友说，这一看就是假的，肖楠和林佳那么恩爱，怎么可能会分手？但没2分钟，我就在朋友圈里刷到了肖楠刚更新的状态，只有2个字：真的，肖楠和林佳真的分手了。在那之后，肖楠时不时的就会找我聊天。七夕那天，肖楠晚上10点多给我打电话，问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试试，而我没有拒绝。那时候的我知道肖楠对林佳还有感情，但我天真的觉得时间可以抚平一切，肖楠早晚有一天会忘掉林佳。但现在看着肖楠跟林佳求婚的视频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肖楠从来没有忘记过他。我刷视频的时候，音量开得很低。肖楠并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跟林佳求过婚。我想等回到家之后再和肖楠摊牌，但我没想到的是，进了家门后，林佳会先给我一个惊喜。半年前，我跟肖楠同时换了工作，就顺势同居了。但现在，林佳却出现在了我跟肖楠一起租的房子里，房门的密码是我们住进来之后才改的，只有我跟肖楠知道。很显然，肖楠将我们家的房门密码告诉了林佳。林佳身穿碎花及膝长裙，及腰长发烫成了大波浪卷，画着精致又楚楚动人的妆容。3年不见，她比以前更漂亮了。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便直接走向肖楠。肖楠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肖楠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清秋，要不你先去洗澡，我跟林佳出去一会儿。”肖楠用的是问句，但我很清楚，即便我不答应，他今晚也会和林佳出去的。好啊，我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有点饿了，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份笋煎小馄饨回来吧，记得不要放葱和虾米。”听到我的话，林佳脸上的表情有瞬间的僵硬。好，肖楠点点头，打开门，率先走了出去。我知道肖楠一时半会儿肯定回不来，不慌不忙地洗完澡，又顺便洗了个头发。距离肖楠和林佳出去已经过了整整1个小时，肖楠还没有回来。我给肖楠发了个微信，我说：“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很饿。”饿是借口。晚饭跟肖楠的爸妈在饭店里吃的，那家饭店特别符合我的口味。回来的时候，我甚至有点撑。肖楠没有回复，我将肖楠求婚被拒的视频又看了一遍。肖楠是昨天晚上跟我求婚的，而这个视频的发布时间却是昨天下午。我摘下手指上的钻戒和视频里出现的那个戒指做对比，一模一样，就连装戒指的盒子也都一模一样。这枚戒指是肖楠买来跟林佳求婚用的，在被林佳拒绝后，他便拿着这枚戒指向我求婚了。原来从始至终，
我都是那个备选。我在客厅里坐了整整2个小时，肖楠都没回来，也没回复我的微信。于是我拨通了肖楠的电话，没响2声他就接了。喂，但电话里传来的是林佳的声音。我听见林佳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忘了跟你说了，肖楠他今晚不回去了，你自己先睡吧。”挂电话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手在颤抖。原来人真的难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其实是哭不出来的。就像现在，我的心明明疼得要死，但却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。我将手机里肖楠跟林佳求婚的视频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看到最后都有点反胃了。正要回卧室，就收到了同事发来的微信：“青秋，你跟你男朋友是不是分手了呀？我晚上看到他跟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女生去酒店了。”和微信一起发来的还有一段几秒的视频，视频里肖楠跟林佳是一块儿进的酒店，虽然只拍到了一个侧面，但我依然一眼认出了那是肖楠。我反复将这段几秒的视频看了好几遍，然后给同事回了微信：“对呀，分手了。唯一庆幸的是，昨晚肖楠求婚后，我没有发朋友圈。”回复完同事的微信后，我就将手机插上充电，然后开始收拾行李。和肖楠一块儿买的东西我都没打算要，既然要分手，那就得分得干净一点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从看到肖楠跟林佳求婚的视频到现在，我竟然连一滴眼泪都没流过。不是不难过，而是因为太难过了，反而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。肖楠一晚上没回来，我也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没睡。早上7点多，肖楠才终于回来了。他穿着昨天那身衣服，手里拎着从小区门口那家早餐店买的早餐。见我坐在沙发上，肖楠问我：“青秋，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”他将早餐放到餐桌上，说：“我帮你带了早餐，你快过来吃。”我静静地看着肖楠，在这个瞬间，突然有了想要落泪的冲动。肖楠见我没动，走过来拉我，他温声解释说：“昨晚回来比较晚，我怕吵到你，就在沙发上将就睡了一晚。昨晚的笋尖小馄饨没带成，所以我大清早出去给你买了早餐。青秋，你不要不理我呀。”我抬头看着肖楠温温柔柔的样子，冷笑着说：“看来你还不知道，昨晚我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。”我看着肖楠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僵住，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快感。他手足无措地跟我解释：“青秋，昨晚我衣服弄脏了，所以你就跟他去酒店开房了。”我打断了肖楠的话。肖楠沉默了半晌，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。他说：“你跟踪我，沈青秋，在你眼里，我就那么不值得信任吗？你还挺会倒打一耙的。”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我突然觉得他真的好陌生。我拿起茶几上的戒指，将它递给肖楠。我说：“肖楠，既然你对林佳旧情难忘，那我成全你们，我们分手吧。我跟肖楠在一起3年，而我喜欢了他整整7年。但现在我不想喜欢他了。强扭的瓜虽然解渴，但一点都不甜，而我只想吃甜瓜，不喜欢苦瓜。我没有对他旧情难忘。”肖楠不肯接。青秋，昨晚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，你别闹了好吗？闹？原来在肖楠眼里，我是在闹。我自嘲地笑了一下，然后把他跟林佳求婚的视频点开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给彼此留点体面不好吗？肖楠，用一个戒指求2次婚，你怎么这么会精打细算呢？肖楠的脸色一点点变得惨白，他拉着我的手：“青秋，这戒指是我人生中挣到的第1笔钱买的，对我意义重大。所以你在拿着它跟林佳求婚被拒后，又来找我这个备胎了。”我甩开肖楠的手：“人家现在不是后悔来找你了吗？
你这副样子又是做给谁看？萧楠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。青秋，林家昨晚来找我，是因为他。萧楠猛然停住，几秒后才说：“我昨晚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相信我，我不在乎。”我往后退了几步。萧楠，我跟你说分手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，我是在通知你。萧楠正要说话，房门却被人从外面打开。萧楠，我来的是不是时候？林家，你怎么来了？萧楠皱了皱眉。进来的人是林家，她穿了条跟昨晚差不多风格的裙子，不过领口比昨晚那条开的要大一些。林家的皮肤很白，锁骨也很漂亮。她从包里拿出一个浅绿色的小挂件，你钥匙上的挂件昨晚掉我那里了。我看到萧楠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他似乎是下意识的就朝我看了过来。我勾起唇角，你们要一直站在门口聊吗？萧楠一脸尴尬的让了个位置出来。进来吧。林家一进门，我就看到领口下面若隐若现的草莓印，仔细一看，在林家的锁骨上也有类似的痕迹，只不过他好像用粉底遮盖过，没有领口底下的那么明显。林家像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，他下意识捂住领口，然后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昨晚住的那酒店卫生搞得不是很好，我有点过敏。”我不知道他是欲盖弥彰，还是故意想在我面前炫耀。我以为我已经可以平静面对他们俩，但如今看到林家这样，我的心里其实还是会难受。我不能表现出来，因为我不想让林家看我的笑话。林家在沙发上坐下，他用无辜的语气说：“萧楠，你早上怎么走得那么早？本来还想让你带我去吃早餐的呢。”萧楠神色不自然地说：“酒店有早餐，你不用出去吃。”林家仿佛当我不存在，可我想让你带我去吃，好久没回来了，我都不知道哪里的早餐好吃了。这时萧楠似乎也意识到了这样不对，他又朝我看了一眼。林家，挂件你也送回来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林家起身：“沈小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跟萧楠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。”说完，林家便朝我眨了眨眼，哼着欢快的曲调往外走。关于林家怎么会有我们家房门的密码这个问题，我已经不想去问萧楠了。萧楠突然说：“青秋，你别闹脾气了好不好？”我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心里可谓是失望透顶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他竟然还觉得我是在闹脾气。我没有闹，我的语气比之前平静不少。萧楠，我认真的，我们分手就因为林家。萧楠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沈青秋，你到底要我说什么，你才肯相信我跟他真的没什么？萧楠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。求婚戒指的事情，萧楠，我打断了他的话。相同的话，我不想再继续说下去，没有意义。我把家里的钥匙还给萧楠，从此以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没有再理会他，进屋拿上行李就离开了这个我们一起住了半年的家。但我没想到，下楼的时候，我却又看到了林家，他就站在单元楼门口，似乎笃定了我会下楼。沈青秋，林家出声叫住我。他站在不远处的阳光下，脸上带着胜利的笑。我突然想起，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每次有人萧楠表白被拒时，林家脸上都带着这样的笑。只不过现在他是在对我笑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，林家才是赢家。我没理他，直接拖着行李箱往外走。沈青秋，林家又叫了一遍我的名字，他不慌不忙地跟了上来。这2年你把萧楠照顾得很好，谢谢你呀。我脚下的步子一顿，转身看向林家。我问：谢我什么？林家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谢我？而且坦白说，和萧楠在一起这么久以来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谁照顾谁这种说法。
通常都是我做饭，他洗碗；我擦桌子，他拖地。家里的大小事情，他都会跟着帮忙。如果没有林家，肖楠会是一个好男朋友、好老公。但世上没有如果。林家笑容满面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肖楠他心里爱的一直都是我，否则，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继续说，否则他也不会把当初给我求婚的戒指一直留到现在。我意识到林家说的是当初二字，我顿时想起了手机里保存的那个求婚视频，但不等我开口去问，林家就主动跟我说起了肖楠跟他求婚的事儿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当初我跟肖楠为什么会分手吗？”我没接他的话，因为没必要，反正我开不开口，他都会说下去的。林家脸上一直带着甜美的笑，他半眯着眼，像是在回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那会儿我们大学都还没毕业，我不想那么早结婚，所以就拒绝了。但是肖楠太想和我结婚了，就拿分手来要挟我，所以我们才赌气分的手。”我下意识把手插进口袋里，捏紧了口袋里的手机。难怪那个视频里的肖楠和林家看起来和现在有些不一样。原来求婚的事情并不是最近发生的，只是当时我正在气头上，根本没有心思去留意这种细节。但即便求婚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最近，我也不后悔和肖楠分手。林家一回来，他就能毫不避讳地丢下我，和林家出去。这说明在肖楠心里，林家这个前女友是比我更重要的。就算我勉强和他继续下去，他最终也会因为放不下林家，而选择放弃我。我不想做那个被放弃的人，所以在那之前，我要先放弃他。林家说，那个戒指是肖楠自己挣的第一笔钱买的，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，但心意确实很难得。沈清秋，林家又一次叫了我的名字。谢谢你和肖楠提分手啊，不然他还得为难，要怎么和你开口说分手好。跟肖楠分手后，我住了1星期的酒店，白天上班，晚上闺蜜陪着我看房子，跑了无数个地方，才把房子定下来。我将肖楠爸妈给的见面礼都还了回去，又拉黑了肖楠的所有联系方式，也不接任何陌生电话。但这天下班后，我刚走出公司园区，准备去坐地铁，却看到肖楠就站在我们公司园区的门口。肖楠手里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再加上他人又长得帅，来往的人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都会多看上几眼。我顿了顿，准备换条路走，但肖楠却已经发现了我，他抱着玫瑰朝我跑来。清秋，你等等我。肖楠的语气听着有些可怜，这让我原本已经快要恢复平静的心有掀起了一阵波澜。肖楠把玫瑰花往我的怀里塞。清秋，你不要不理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肖楠一边说着，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小盒子。他将盒子打开，里面放着的是一枚款式比较简洁的大钻戒。我重新买了新的，之前那次不算，我重新再跟你求一次婚吧。肖楠说着就要单膝下跪，我怕被同事看到，连忙拉住他。肖楠，够了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林家的事情真的太膈应人了。以前我以为时间可以慢慢让肖楠淡忘他，可直到林家再次出现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太天真了。肖楠手里的动作明显停顿了一下。清秋，为什么要分手？如果是因为林家的话，我可以跟你解释。你想解释什么？我问肖楠。你用跟林家求过婚的戒指来跟我求婚，难道不是事实吗？你丢下我一个人，和林家在酒店里待了一整晚，这也是事实吧？我知道林家跟我说的话有故意夸大的成分在，可即便林家那些话是假的，但这2件事情却是真的不能再真了。肖楠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缓缓道：
戒指的事情是我错了，青秋，对不起。我没有接话。肖楠又说，林佳那天找我，是因为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，心里难受，又找不到人可以倾诉，所以才会来找我。我忍不住笑了。肖楠，这话你信吗？先不说他说的是真是假，即便是真的，你当时作为一个有女朋友的人，难道就不知道要避嫌吗？这回换肖楠不说话了，他愣在原地，神色似乎有些茫然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又或者是明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是他觉得我不会在意，我会像以前一样包容，所以他依然还是做了。我说，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那天是我的前任来找我，跟我说他跟他对象分手了，我去安慰他，还和他在酒店里待了一整晚，甚至第二天他还又堂而皇之的来我们家，知道我们家的密码。肖楠，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我把花还给肖楠，回去吧，以后再谈恋爱，别再犯相同的错误了。再次看到肖楠，我心里其实难受的要死，但长痛不如短痛，如果勉强下去，心里的疙瘩会越滚越大。我跟肖楠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发生无数次的争吵，起初他或许会愧疚，可时间一久，次数一多，他还会愧疚吗？不会。肖楠会觉得我无理取闹，不可理喻，觉得我是在胡搅蛮缠，未来的日子稍微一想就能预见得到。我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现在分手，彼此都还能保持一点体面，毕竟是3年的感情，我不想到最后闹得不可开交了再分手，那太难看了。肖楠迟迟没有接我递给他的花。青秋，很抱歉给你带来了伤害，如果你真的决定好了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但是他停顿了一下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你把我的微信和手机号从黑名单里拉出来吧，可以吗？说到后面，肖楠的语气中甚至带了点哀求的意味。看着肖楠小心翼翼的模样，拒绝的话我没能说得出口。可以。我把花又往前递了递，这次肖楠接了。我当着他的面拿出手机，把他从黑名单里拖了出来，但肖楠的神情却很低落。我之前的手机屏保和锁屏都是我跟肖楠的合照，从肖楠那里搬出来后，我就已经全部换掉了。肖楠刚才也看见了，但有句话说得好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早的时候干嘛去了？现在难过给谁看呢？晚上闺蜜突然在微信里给我发了一张抖音截图，我居然刷到林家的抖音账号了。我鬼使神差地打开抖音，搜索了林家的昵称，置顶的视频居然就是肖楠跟他求婚的视频。这条视频点赞已经好几十万了，评论和转发也非常多。林家说，曾经的遗憾还能挽回吗？评论里都是鼓励他去挽回的。我没想到发这条视频的人居然是林家。我那天刷到的账号是个营销号，当时我还以为是围观了求婚过程的路人发出来的，原来不是。我又点开了林家的最新一条视频，这一次视频里出现了肖楠的背影，背景是酒店。林家说成功了。视频发布的日期就是我刷到求婚视频的当天晚上，虽然隔了挺久，可再看到这个视频，其实还是会难受。我把抖音卸载了，闺蜜的电话也跟着打了过来，给你发的照片你看到了吗？闺蜜问。我以为她说的是林家的抖音截图，看到了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以后还是别发给我看了。闺蜜沉默了2秒。不是那个，我后面给你发了张帅哥的照片，有没有兴趣？要是有的话，我介绍你们认识。我轻叹了一声，算了，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情。到底喜欢了肖楠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走出来？闺蜜说，下星期同学会，肖楠肯定也去，你确定要拒绝吗？
不管闺蜜怎么说，我还是拒绝了。刚和肖楠分手，我确实暂时没有心情去考虑其他的人。至于这同学聚会，我是没打算去的，没那必要。从学校出来后，各自的生活就都不一样了，也聊不到一起去。平时在网上都不聊天，面对面的更尴尬。但同学聚会那天，我在朋友圈刷到了同学发的一条动态，当年我们学校的模范情侣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在一起。配图是肖楠和林佳挨着坐在一起的照片，照片中肖楠正在仰头喝酒，林佳则是一脸深情地看着肖楠，俊男靓女，任谁看了都想说句好般配。我只看了一眼，就直接划了过去。我跟肖楠都分手了，他别说是和林佳复合，就算是马上原地结婚，都与我无关。但我没想到，晚上我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却接到了肖楠的电话。他说：青秋，我在你家楼下，给你带了吃的，你快下来，我拿给你。肖楠的声音听起来含含糊糊的，不用问，都知道他肯定是喝醉了。我沉默了2秒，道：肖楠，你回去吧，我准备睡觉了。肖楠坚持道：青秋，你下来看我一眼好不好？看我一眼我就走。我这才突然想起来，我已经搬家了。肖楠是不知道我现在住哪儿的。我下意识走到窗边往下看，结果却意外看到了正蹲在单元楼门口的路灯下的肖楠。肖楠，谁告诉你我家的住址的？但肖楠没有回答我，他哀求道：青秋，你下来好不好？让我见见你。肖楠的声音越说越大，我怕他把楼里的邻居都给喊醒，连忙拿上钥匙出门。肖楠一看到我，就踉踉跄跄地走过来，还没走近，我就已经闻到了他身上那浓浓的酒味。肖楠伸手从口袋里抓出来一把开心果，笑得跟个傻子一样。青秋，你喜欢的开心果，我特意给你带的。我没接，肖楠就一直伸着手，我最后还是把开心果接了过来。跟一个醉鬼有什么好坚持的？肖楠见我接了开心果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，但笑着笑着却又突然哭了起来。他说：青秋，我们不分手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看着肖楠现在的样子，心里却已经掀不起太大的波澜了。但我还没开口拒绝，却意外看到不远处的树下站了个人。见我朝那边看去，树下的人就缓缓走了过来，是林佳。我顿时反应过来，是你送他过来的。林佳微笑着点了点头，意味深长的道：男人嘛，喝醉之后难免会怀念前任，我想这点你以前应该深有体会吧。我没理会林佳的暗示，很晚了，把他带走吧。沈清秋，林佳突然叫住我：你知不知道当年肖楠为什么会突然跟你表白？我下意识停下脚步，我的好奇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。但我就是想告诉你怎么办。林佳脸上的恶意格外明显。上大学的时候，虽然你隐藏得很好，但我跟肖楠其实都早就知道你对他有意思了。林佳的话让我忍不住扪心自问，大学时候我对肖楠的喜欢表现得真的很明显吗？我不确定。林佳摆出胜利者的姿态，当初肖楠之所以会跟你表白，是因为他找我复合，但被我拒绝了。林佳朝肖楠看了一眼，肖楠这会儿正蹲在地上，头很有节奏地在往下点，似乎是睡着了。以前肖楠偶尔喝醉，也是很快就会睡着。林佳说：你对肖楠而言，不过就是个备胎罢了，一个他用来疗伤的备胎。我抬眼看向林佳，从容道：林佳，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些，我跟肖楠都分手了，你想怎么挽回都可以，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2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3条腿的男人满大街都是。既然决定好要分手，
我就不会再对肖楠有任何想法。林家道：沈清秋，我跟你说这些，是想提醒你，对肖楠而言，我才是他心心念念的人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林家又低头看了眼肖楠，他现在找你求复合，不过是因为他的骄傲不允许他被人甩而言。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他是因为爱你，所以才挽留你吧？林家的样子让我觉得有些好笑。我说，我从来没这么觉得过，不过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这样觉得的。我笑了笑，继续道：林家，你如果真有自己说的那么自信，今晚就不会来跟我说这些了。正是因为心底不自信，所以才要反复确认，就跟我一开始和肖楠在一起时候一样，一边知道他心里还有林家，一边又忍不住想证明自己是重要的。如今回过头再去看，当初的自己真的太傻了。林家的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，他冷冷的道：沈清秋，既然你和肖楠都分手了，我希望你以后都不要出现在他的眼前了。肖楠，我要定了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林家，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难看。林家眯了眯眼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缓缓道：那个求婚视频是你故意发的吧？即便我自己不刷到，你也会想办法让我看到，对吗？毕竟是同一个学校出来的，我跟林家有不少共同好友，就算我不刷到那个视频，林家也肯定会通过共同好友让我看到的，只是我当时没想明白罢了。林家唇角微微勾起，不错，我是故意的，不过视频里发生的事情可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。当年肖楠确实跟我求过婚，你既然还喜欢他，当初为什么又要分手？我问道。林家抬了抬下巴，说：我长这么漂亮，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总要尝一尝外面的味道，才知道谁才是最适合自己的。我顿时无言以对，这是什么毛病？林家又说：现在我玩够了，肖楠又还没结婚，心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我，否则他那天也不会跟我去酒店。你觉得呢？我正要说话，却听到肖楠的声音突然响起。他说：那天我们什么都没发生，不是吗？肖楠缓缓站起来，眼底一片清明，又哪里还有一丝醉意？我心中愕然，肖楠刚才居然是在装醉。林家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肖楠，你听我。林家想要解释，肖楠却直接打断了他。林家，够了。那天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为什么要故意骗青秋？林家自嘲地笑了笑，说：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吗？当然是为了你呀。我想和你复合，就必然要踢开沈清秋这个绊脚石。肖楠好半天都没有说话。林家又可怜兮兮地道：肖楠，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气沈清秋的，你不要当真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所以才会回来的。肖楠满脸嘲讽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再装下去就没有意思了。肖楠转身看向我，歉疚道：清秋，对不起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道歉的话就不用说了，既然没醉，那就回去吧，时间很晚了，我要休息了。说完，我便转身上了楼。之后好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有再听说过关于肖楠的消息，肖楠也再也没有打扰过我。闺蜜前阵子升了职，说要请我吃西餐，却意外在餐厅里遇到了林家和一个有些年长的男人。那个男人看起来约莫有40来岁的样子，看起来挺温文尔雅的。闺蜜点好餐，就拿起手机疯狂发消息。过了没几分钟，闺蜜就压低声音和我说：我打听到了，林家和肖楠没复合，肖楠好像去了外省工作，林家跟那个男人是在相亲。我有些意外，没想到林家会这么快就出来相亲。闺蜜左右看了看，干脆坐到我身边，她继续说道：
和邻家相亲那个男人离过婚，还带着个孩子。我惊讶于闺蜜打听消息的能力，邻家的条件又不差，怎么会给人当后妈？闺蜜笑了一下，说有个不确定的小道消息，邻家跟上一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玩得比较嗨，没了生育能力，所以才会找个带孩子的。闺蜜还在继续说，据说她当时找肖楠，是觉得肖楠对她的感情比较深，肯定不会介意，结果没想到肖楠真的已经不喜欢她了。我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闺蜜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，青秋，那你呢？你后悔跟肖楠分手吗？我想都没想，就直接摇了摇头。分手前我就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，不管林家怎么样，我跟他之间存在的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。闺蜜叹了口气，突然把手边的纸袋递给我，拿去吧，肖楠让我给你的，下次他再想寄，我就不让他寄了。我低头往纸袋里看了眼，都是些吃的，是某省的特产。以前和肖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曾和他提起过，以后想去那边定居。我把纸袋放到一边，认真说道：以后他如果再要寄东西，你就帮我拒绝了吧。既然没有打算和他复合，互不打扰才是最好的。后来肖楠再也没寄过东西过来。听说林家和那个离过婚的大叔结婚了，至于婚后幸不幸福，那就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。我和肖楠分手后，就一心搞事业，上周刚升了职，在家里的帮助下，我买了套靠近地铁口的房子。所以这人呀，没有感情其实也没什么，搞钱也很快乐的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